我和夫君一起被山贼绑架了。山贼惊呼：美人！夫君低声警告我，等会儿无论他们要对你做什么，你都不得反抗，莫要牵累于我。我含泪点头，毕竟夫君喜欢的是我姐姐，迫不得已才娶的我，他不管我也正常。下一秒，夫君就被3个山贼给拖走了。夫君奋力挣扎，惹得贼匪不快给了他2巴掌。我连忙劝说夫君，等会儿无论他们对你做什么，你都不要反抗啊，性命要紧。夫君被玩坏了，不止后面，前面也被玩坏了。大夫说，夫君以后都不能有子嗣了。为此，婆母非常难过。邹氏，要不是因为陪你回门，我的玉儿也不会落在山贼手里，也不会被毁了身子。玉儿可是我们谢家3代单传啊，你让我死后怎么有脸下去面对列祖列宗啊？我也哭得很伤心。都是我的错，害得夫君不行了。要不您休了我吧，要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弥补我犯下的错误了。没想到我的夫君竟然维护我，不行，邹雪茹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废？你想拍拍屁股走人，门都没有。娘，我绝不休妻。婆母这才反应过来。对，没错，你别想离开我们谢家，你得伺候我的玉儿，一辈子守一辈子活寡。他们真的，我哭死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这个庶女出嫁之前在邹家过的都是什么日子。进了谢家，我好歹是少夫人，还不用伺候夫君，比被休回去强多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喜极而泣。我一定好好伺候相公，一辈子给谢家当牛做马。我是个3从4德的女人。出嫁之前，姨娘总是烦恼我性子软弱木讷，不懂得怎么讨好夫君，在夫家日子会不好过。现在好了，都得罪死了，直接不用讨好了。夫君厌恶我至极，因为前面不行了，精力无处发泄，所以特别爱用鞭子抽我。婆母是个寡妇，总喜欢刁难我，夜里不让我睡觉，把红豆和绿豆混在一起，让我跪着挑，挑完了早上煮绿豆粥和红豆年糕给夫君吃，日日如此，夜夜如此，这太有生活了。我才18岁，但我觉得我已经80了。我决心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觉得婆母之所以这样折腾我，都是因为她没男人。只要有了男人的滋润，再严厉的婆母也会变得和蔼可亲的。于是我去戏班子给她找了个武生，婆母日日和那武生厮混在一处，年近40的她变得容光焕发，说话也温声细语。夜里再也不让我去她院子里跪着挑绿豆了，因为不是很方便。婆母开心，我就开心，我们和夫君是一家人，没理由我们自己开心，让夫君一个人痛苦。所以我给夫君找了个镖师当护院，那镖师身高1.9米，膀大腰圆，络腮胡，非常有男子气概。夫君日夜慈服，在镖师身下变得柔顺婉约，再不拿鞭子抽我了，反倒是让那镖师拿鞭子抽他。夫君在屋里被打得嗷嗷叫，我在院子里急得团团转。夫君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叫得这么大声？你别吓我啊！夫君都被打得这么惨了，还出言安慰我。滚！别打扰老子享受。你没男人要，我可有啊！夫君竟然这么说。没关系，我爱夫君，我没有夫君疼爱没关系，我夫君有夫君疼爱就可以了。那夫君，你和彭大哥好好的，我先去整理账目了。夫君整日沉溺声色犬马，婆母爱好听曲唱戏，家里的上万亩良田，几十个农庄，上百间铺面都没人管。可怜我，又没夫君疼爱，又要管账，拿个18000两花花也是理所当然的吧。我是一个3从4德的女人，这些钱我不会一个人花的。比如姓彭的镖师，每个月我给他100两，同样是卖力气，还不如卖给我夫君，100两都够他押镖好几年了。劝他不要不识抬举。伯母那个武生是个角儿，出场费就比较贵了，而且牺牲比较大。我包了他3个月，给了1000两。他也很懂上进，伺候完婆母也想伺候我，那我当然是拒绝他。我可是个恪守妇道的女人，于是伺候不了我的武生，更加卖力地伺候婆母。然后年近40的婆母就怀孕了，诊出喜脉来的老大夫年近80了，一下就变年轻了，因为下成孙子了。少夫人、老夫人，他有喜了。婆母吓得俏脸煞白，嘴唇抖啊抖啊抖啊抖，看向我的眼神带着些不知所措。我立刻向着那老大夫瞪过去。胡说，婆母守寡近20年，怎么可能有喜呢？然后塞了一张银票过去，您看看是不是胃胀气？人岁数大了，就爱得个肠胃病。老大夫接了我的银票，眼珠子滴溜溜乱转，抖动着花白胡子道：少夫人说的对，是老朽老眼昏花了。老夫人得的就是胃胀气。老大夫身边的小药童看着年轻俊俏，梳着2个小揪揪，眉心一点朱砂，跟个年画娃娃似的，但一点不懂事儿。师傅依图而看，老夫人的病状不似胃胀气，然后脸上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。我是师傅还是你是师傅？看吧，年轻人一点眼力见都没有，挨打了吧？我抓了他的手，把他拽出去。这孩子净胡说，看惹你师傅生气了吧？走，跟姐姐走，姐姐给你拿果子吃。把空间留给婆母和老大夫。走出门的时候，隐约听见婆母在哭泣。大夫，这孩子不能留啊，要是留下来，我们谢家的名声可全毁了。我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。常言道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虽然婆母肚子里的孩子是个野种，但到底是一条性命啊！如今夫君不行了，我生不出孩子，婆母怀了孩子还想打掉，这可不行。
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这孩子就是我们谢家唯一的后了。管他是不是公公的孩子，我必须保下他。思及此，我将一把糖果塞进小药童的手里。弟弟，姐姐，求你个事儿。小药童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你想让我把老夫人的堕胎药给换掉？我惊讶地看着他，你怎么这么聪明？小药童不高兴地道，哼，刚才是谁说我胡说八道？我赶紧说，是我小弟弟，我也是为了我婆母的身体着想呀。你看他都这个岁数了，要是强行服用打胎药，说不定会血尽而亡。谢家就只剩下我夫君和我婆母了，我可不能让我婆母出事啊！只要你答应帮我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买。小药童愣愣地看着我，姐姐，你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。我长大了，娶媳妇就要娶你这样的。我羞涩地红了脸，这孩子又胡说了。于是我们就把婆母的打胎药换成了安胎药。婆母服用了2个月，肚子里的孩子非但没掉下来，还显怀了。然后被夫君发现了，夫君的脸色红了白，白了绿，绿了黑，最后变得非常难看。我知道他是嫉妒婆母能怀孩子，他不能。我拉住他的手，夫君不要生婆母的气，婆母也是为咱们谢家着想啊。你也知道，你我不能有孩子，100年之后，这谢家的家业该由谁继承呢？现在好了，婆母有了孩子，论血缘最是亲近。等婆母生了，咱偷偷的抱过来，说是咱们生的，可好？这样咱们有了子嗣，婆母也可将小叔子当孙儿疼，不用骨肉分离。这件事怎么看都是夫君占了便宜，只要我们有了子嗣，外面的人就再也不能说他不行了。没想到他竟然勃然大怒，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会让这个野种继承我们谢家的家业，就算有，也只能是你生的孩子。我愣住了，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夫君也爱我？咦，我为什么要用也？就见他把人高马大的镖师推到我面前，你和他生下来我养，就当是我们的孩子。我就说呢，夫君为什么死活不同意小叔子继承家业？原来是为了镖师哥。也对，夫君深爱镖师哥，想让他的血脉继承家业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这一夫一妻也是给他玩明白了。夫君给我下了药，把我和镖师哥关在一起。雪茹，你熬一熬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无论你和彭程发生什么事情，你我都是夫妻，我绝对不会嫌弃你的。殊不知关起门来的屋子里，我穿着绣花鞋的足尖踩在彭程壮硕的大胸肌上，刀尖挑起他的下巴。听见你主子说的了吗？彭程人虽然很壮，但是胆子很小，哭得稀里哗啦，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。夫人，小的不敢，小的这条命是夫人救的，要不是当初夫人慷慨解囊，我老娘早就病死了。小的卖身契还在夫人手里，绝对不敢玷污夫人的清白。我扫了一眼门外，那他要是问起来，彭程有些犹豫，猜不透我的心思。大少爷要是问起来，小的，我压低了声音，在他耳边道，你就说咱们什么都做了，可惜没怀上，这可真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。我手上微微使劲，刀锋划破彭程的胸肌，留下一串血珠。彭程只好勉强答应。是，夜里我在床上安枕，彭程晃了一夜的椅子腿。夫人，小的比你夫君如何？夫人别睡啊，这样可怀不上孩子。夫君在门外守候一夜，煎熬一夜。我早上梳妆打扮好，出门的时候看见他熬的眼睛都红了，看见我就上来拎我的衣领子。你这个淫妇，还说你不想要看，你分明得去得很。我低头娇羞一笑，昨夜方知夫君之乐，不知夫君可否割爱。夫君滚，我再也不会让你碰他一个手指头。我那真是太让人遗憾了。夫君虽然很恨我，但是他很爱镖师哥，所以他每个月都盯着我鬼水来的小日子。只要听说我来了鬼水，他就扼腕叹息。等我小日子结束，马上安排我和镖师哥同房。可恶，这个女人是不是故意的？这都几回了，怎么还没有怀上？呜呜，彭郎，我不想让你碰他，可是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孩子。看得出来，他很喜欢孩子了。不过不要紧，虽然我和夫君没有孩子，但是婆母的孩子要出生了呀。婆母的胎已经9个多月了，很快就要瓜熟蒂落。从查出来她怀孕开始，我就下令封锁了她的院子，除了贴身伺候的人，没人知道她怀孕了。至于那个5生3个月期满，我就放她回去唱戏了。听说又攀上一位富家千金，压根儿就不知道婆母怀孕的事情。婆母岁数大，怀香不好，这几个月都是卧床安胎，吃喝都要人照顾，早没了当日谢家主母的派头，只是依旧非常看不惯我。邹雪茹，你个贱人！若不是你，我怎会年近40还要受着怀孕生产之苦？我无辜地看着她，婆婆，这是说的哪里话？难不成是儿媳让您守不住寡去偷人的吗？然后把她当日骂我的话悉数奉还。再说了，世上哪个女子不生孩子？年近40生孩子怎么了？夫君和彭护院想生还生不出来呢？说罢，我佯装说漏，连忙将嘴捂住。婆婆，你听我解释，夫君和彭护院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婆婆气性本来就非常大，听到夫君和平彭护院的事情，气得肚子痛。你这个贱人，是不是你是不是故意的？身为女子，连自己的夫君都看不住，我们谢家娶你有什么用？那可太有用了呀！婆婆，这近1年来，谢家的内宅和产业全是儿媳在打理的呀，收益比之往年增加了3倍呢。假以时日，儿媳有信心可以做到10倍增长。
婆母和夫君整日只知道玩乐，哪里知道儿媳操持家业的辛苦。婆婆听到这话愣了一下，什么3倍？随即缓和了脸色，语气却依旧嫌弃。那又怎么样？你害得我儿无后做这些都是你应该做的，你这辈子就是给我们谢家当牛做马的命。我没有反驳她的话，反而跪在床边，一把拉住了她的手。婆婆，你说的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没有儿子的女人就是无根的浮萍，还请婆婆为儿媳诞下一子。婆婆也不想咱们谢家偌大的家业无子嗣继承便宜了旁支吧？婆婆放心，儿媳一定会将这个儿子当做自己亲生骨肉一般对待的。婆婆本来就快临盆了，被我的话语一刺激，马上发动了。啊，我的肚子好痛，我要生了！我兴奋地搓手，手比婆婆还要激动。啊，快去请大夫，我要有儿子了！此事不足为外人道，自然找的还是那位80岁的老大夫和他的小药童。老大夫看见婆母的大肚子都震惊了，不是早就服了堕胎药吗？怎会如此？我和小药童互视一眼，都看见了彼此眼中的尴尬。老大夫慧眼如炬，怎么能看不出我们之间的猫腻呢？清河，你背着老夫做了什么？叫清河的小药童不敢回答，我替他回答。老大夫息怒，是我让他把老夫人的堕胎药换成安胎药的。你们两个，老大夫气得要打我们。屋子里传来婆婆的惨叫。老大夫来不及打我们，急忙进去接生。快准备热水剪刀，我说早就备下了。女人生孩子就是在鬼门关之前走一遭，当年我娘就是没走过去。还记得我娘生产那天，大姐姐生病，夫人把所有的大夫都叫走了，就连看我娘一眼都腾不出空来。娘就这样在床上喊了一天一夜，终于一尸两命，带着我还没出生的弟弟一起离开了。爹回府得知娘肚子里的是个足月的男胎，活生生给憋死了，气得打了夫人一个耳光。可大姐姐一哭，她又心软了，最后只罚了夫人1年的月例银子，给我娘厚葬了。而我也因为没了生母，被抱到戴夫人院子里教养。他们以为我当时年岁小，才5岁，什么都不记得。可是我生来早会他们对我和我娘做过的事情，我全都记得一清二楚。我说这么多的意思是，当年我没能保护好母亲，今日我一定要保护好婆母和她肚子里的小叔子。来人，快取百年老山3切成片给婆婆压在舌根底下。婆婆，你现在千万不要喊，省着点力气，关键时候再喊。快，再多烧点热水，把剪子和布都放在水里煮开了。我忙得团团转，好似我才是婆婆肚子里孩子的亲爹。都说长嫂如母，婆婆没了，夫君呢，我这个长嫂如父也是可以的。我真的很爱婆婆和她肚子里未出生的小叔子。我带着满院子的人忙活了一天，终于在天快亮的时候，婆婆生了。院子里发出一声婴儿嘹亮的啼哭。哇！老大夫激动地抱着孩子出来。少夫人、老夫人生了，我相当激动，是不是儿子？快给我抱抱！我们谢家的家业要一个儿子继承，我真的非常喜欢儿子。然而在揭开襁褓的瞬间，我愣住了，我脸上的表情瞬间冷了下来，就犹如我爹当年看见我生下来是个女儿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怎么是个丫头片子？可能是我的语气太冷淡，非常有压迫感。老大夫额头瞬间布满了汗水。少夫人，老夫已经尽力了，生男生女不是我们当大夫的能掌控的呀。我冷静了一下，长叹了口气，伸手戳了戳怀中婴儿的腮帮子。姐对此事怪不得你们，不知婆婆的身子如何，还能不能？老大夫看着我，眼底露出了惊恐的眼神。少夫人，老夫人年事已高，强行生下这胎已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，如今伤及，根本往后都不能再有孕了。我其实早有心理准备，也猜到会是这个结果，只是想赌一赌天命罢了。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，那很遗憾了。我强忍住找人把婆婆的女儿换成男胎的冲动，我自幼孤苦，又怎能见他人骨肉离散，交给奶母好生照看。小姑子年幼，不可让她一出生便没了母亲。正说着话，夫君找来了。邹雪茹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一夜不归！他身边日日有彪师哥陪伴，驼母却只有我。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，他懂得什么人间疾苦。强压下心绪道：夫君，你快来看啊，婆婆给咱们生了个妹妹。刚才还气势汹汹要找我麻烦的夫君，瞬间面色黑如锅底。你说什么？我以为他没听清，再说了一遍。婆婆生了，快把小姐抱过来，让大少爷好好看看她妹妹。然后一把将刚出生的奶团子放在了她的怀里。夫君怀抱刚出生的妹妹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仿佛这一生的阴霾都被治愈了，脸上充满了母性的光辉。这是我妹妹。然后抱起妹妹和妹妹贴贴。我有妹妹了，我有妹妹了。我从小就想要个妹妹，要是我和彭郎也能有自己的孩子就好了。说罢，她充满怨念地看着我，仿佛是我害得她没有孩子承欢膝下。我试探着问婆婆，岁数大了，没有精力照顾孩子，不如咱们把这孩子抱回去养，就说是我们生的。虽然不是个儿子，不能继承家业，但到底是一条性命，不能弃之不顾的。至于儿子的事情，还得从长计议。没想到夫君他竟然不同意。不可能，我不会让这个野种上我们谢家的族谱的。你明日去一趟城外法华寺，把孩子丢在路边，再抱回来就说是咱们捡的。
婆母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伸手望向夫君。玉儿，夫君怀抱孩子，袖手而去。淫妇，你不守妇道，败坏谢家门风。念在你是我生母家，丑不可外扬，即日起闭门思过，等出了月子就搬进家庙，待发修行，余生都不得出。婆母刚生完孩子，本来就身子虚弱，听到夫君的话，身子像面条一样瘫软下去。玉儿，我可是你亲娘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就是，都是偷汉子。夫君又比婆母高贵到哪里去？夫君分明是嫉妒婆母，您能生儿育女，而他不能想霸占您的亲生骨肉，让你们骨肉分离。婆母却不领情见人，休想挑拨离间，破坏我和玉儿的母子之情。玉儿只是一时生气，早晚会原谅我的。哦，好感人的母子之情，他儿子都这样对他了，他还帮他说话。女人果然都得有个儿子。于是我按照他儿子的吩咐，给他好好坐月子，然后送去家庙修行。而我去法华寺门口转了一圈，原本打算把小姑子当成弃婴抱回去，再当做我和夫君的养女抚养的，没想到手下人刚丢下去，就被人给捡走了。我一脸懵逼，捡他的还不是普通人，而是定远侯府的老夫人。论辈分，谢玉还得管那位老夫人叫一声姑祖母，真的很尴尬。侄孙媳邹氏见过姑祖母，那什么，这孩子是我先看到的。姑祖母很是喜欢我，因为谢家的产业在我手上发扬光大，对她的40节里从不怠慢。外人并不知道谢玉废了的事情。姑祖母闻言拉着我的手道：姑祖母知道你心善，但你还年轻，早晚要有自己的孩子。你叔父姑祖母的儿子膝下无女，只有一个儿子，这孩子正好给他养往后，她就是我们镇北侯府的孙小姐。当日我说嫌弃这孩子是女娃，完全是嘴硬，其实是女孩子，我也很喜欢。凭我的本事和手段，就算是女娃娃，我也能让她留在府里，招婿继承谢家的万贯家财。谢玉把孩子抱回去养的这1个月，我早就对这个孩子有感情了，我甚至连他大名都想好了。但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谢家虽然家境殷实，但到底是普通商贾之家，哪里比得上镇北侯府的门庭显赫？我思虑再三，只能割爱。既然姑祖母这么说了，侄孙媳妇儿就全听姑祖母的了。能得姑祖母的青睐，也是这孩子的造化。夫君，我终究是无后。送别姑祖母，我借酒浇愁。我真是个没用的女人，生不出孩子，连婆母生的女儿也保不住。我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没有儿女承欢，膝下老了肯定会被人欺负。夫君不爱我，孩子也没有难不成，真要过继旁支？正伤怀间脚步踉跄，一不小心撞上一堵肉墙。眼前的人分明是个高大俊伟的男子，可此处乃是寺里招待贵客的别院，寻常男子根本进不来。我忍不住呵斥：你这登徒子，擅闯别院，意欲何为？就听那人道：婶婶勿怪侄儿，听闻婶婶在此礼佛，特来拜访惊扰，婶婶还请婶婶责罚。我一愣，婶婶。只见眼前男子身材昂藏8尺，剑眉星目，唇红齿白，身上穿着书院制服，既有温润的书卷气息，眼神却也有武将凌厉之风。最重要的是，那眉眼竟然和谢玉有7、8分相似。那人见我打量他，脸色有些涨红，略显腼腆的开口：婶婶忘了，我是谢景昭玉叔的那侄，年初祭祖的时候还有幸得见过一回呢。像啊，真像啊，就算是谢玉亲自生，也生不出这么像的。谢景昭要是我和谢玉的儿子就好了，那样我们谢家就有后了。我想儿子都想疯了，对谢玉的语气也不自觉温柔和善起来。原来是景昭侄儿找婶婶有什么事吗？谢景昭头埋得更低，脸更加红了。侄儿，父亲早年乃是参军之职，却在侄儿5岁的时候战死沙场。母亲唯恐侄儿步了父亲后，臣不许侄儿从军，逼着侄儿考取功名。侄儿到了京城才发现，这天子脚下处处都要银子。侄儿从家中带来的那几10两银子早就花完了，只能借住在这寺庙里，替庙里和尚抄写经文，得谢微薄报酬。春为科考在即，若是整日为生计奔波，如何备考？非是侄儿吃不得苦，实在是怕名落孙山，让娘亲失望。我拉着他的手，不让他再说下去。景昭侄儿不用再说了，婶婶全都明白。你这就去收拾东西，随婶婶回府，到婶婶家中读书备考。谢景昭一喜，却是不敢直接答应，怎么能这么麻烦婶婶？景昭只是想找婶婶借些银子，等科考之后再还给婶婶，怎么能？我抬手按着他的嘴唇，你叫我一声婶婶，还说什么客套话？你都不知道你和你玉叔长得有多像，我看见你就像看见我儿子一样。谢景昭整张脸红的像苹果似的，扭捏着想把手抽回去。婶婶说笑了，论岁数，景昭只小玉叔年岁比婶婶您还大1个月，况且叔叔婶婶成婚才1年没有孩子，很正常。我哭着扑进他的怀里，把脸埋在他的胸肌上。你不懂，我和你玉叔这辈子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。我把谢景昭带回了家，安排在谢府旁边空置的别院读书，距离我的院子仅1墙之隔，平日里内门都锁着，没人打扰他读书用功。但弄丢了小姑子，我是要去找夫君负荆请罪的。夫君都是我没用，我没想到今日会遇上姑祖母。如今姑祖母把孩子抱走了，妹妹成了镇北侯府的小姐，这下可怎么办啊？
谢玉脸都绿了，你这个废物，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算了，谁能料到那野种有那种造化，让府里上下都把嘴捂严实了，绝不可泄露出去半个字。我点点头，又提了谢景昭的事情。谢玉更加满意，算你懂事。景昭是我谢氏一族的希望，不可怠慢于他，给他每月100两银子，花销就从我的私库里出吧。我含泪点头，夫君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照顾景昭。侄儿，谢玉不屑地冷哼一声，扫了我一眼道：“我记得你身子昨日就干净了，是时候了。希望这一次你别再让我失望。”夫君果然很爱我，一心想要我生下的孩子作为谢家的继承人，为此他不惜让他心爱的男人来陪我。家人们谁懂啊？得夫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？于是晚上彭程过来摇椅子的时候，我若有所思地道：“彭大哥，我觉得我是时候亲自给谢家生个孩子了。”彭大哥5大3粗老实，本分听到这话，腿直接就软了，抱着我的大腿，哭的眼泪一把鼻涕一把。少夫人，您别难为我啊，您知道我对女人不行的。我那表弟还在家乡等我回去相聚，我伺候大少爷已经很对不起他了，若是再伺候您，我嫌弃的踹了他一脚，又没说要跟你生。见彭程发愣，我继续道：“但你要说是我和你生的，彭程人都吓坏了。少夫人，您的意思是您想和别人？这要是被大少爷知道了，会杀了您的。”我垂眸看他说：“没想到你还挺关心我的。”彭程说：“那当然，咱们可是每个月都要睡一个屋的好姐妹啊，而且你还是我的舅母恩人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死啊。”我特别感动，给了他1000两。哦，没事的，只要你不说出去，没有人能看出来。没错，我要找的借种对象正是夫君的那侄谢景昭，他和夫君长得7、8分相似，我们生的孩子也肯定很像夫君。我真的很爱夫君，即便不能跟他生孩子，我也要找个跟他长得很像的生孩子。因为仅有1墙之隔，所以我每天晚上算完账目，就去给谢景昭送汤水甜品。谢景昭刚开始还有些拘谨，后来婶婶长婶婶短亲，热得很。还说婶婶等景昭日后有了出息，一定好好报答婶婶。算算日子，又是我和彭程同房的日子了。我抱住了谢景昭，堵住了他的嘴，别日后了，现在吧。实不相瞒，你玉叔年初被山贼所扶伤了，根本已经不能生育。可谢家3代单传，你忍心看我们谢家绝后吗？这不仅是我的意思，更是你玉叔的意思。要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每个月从私库里拨出100两银子来资助你？我趁他正愣之际把他扑倒了。其实男女之事我也不是很懂，好在彭程很通晓，男之事教会了我很多。我把那些招式用在谢景昭身上，果然十分得趣。事后谢景昭的信念崩塌了，视我如仇敌，只此一次，从今往后我不欠你什么了。我也希望只此一次。没想到第2个月我癸水又来了，我只能去找他再一次。为了彻底打发我这个婶婶那纸，谢景昭一夜17次。我说够了够了够了。于是在将近年关的时候，我终于怀上了。夫君得知这个消息，高兴地把我举起来，太好了太好了。话却不是对着我说的，而是对着镖师哥。彭郎，我们马上就有自己的孩子了。哦，他真的很爱他。哦，猪，我也真的很爱他。知道真相的镖师哥瑟瑟发抖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我安心在家养胎。人家说了头3个月最是要紧，可这孩子跟他爹似的，是头倔驴。我害喜得厉害，什么都吃不下，吃什么就吐什么，人都消瘦了一圈。半夜我顾着难眠，忽然觉得身旁的被子一沉，一转身竟然是谢景昭。我惊讶道：“景昭侄儿，你怎么来了？”谢景昭吃醋地说：“用得着我的时候叫我亲亲小郎君，用不着一句侄儿就打发了。”我愣愣地看着他，心说这人什么意思吗？不是说了两不相欠，互不招惹的吗？见我不说话，他却似很生气。算了，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包酸梅干，取了一颗塞进我嘴里。不是害喜，什么都吃不下吗？这是我照着我娘给的方子亲自晒的梅干，我娘当初生我的时候就是吃的这个。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这一颗梅子下去还真没那么难受了。都听说酸儿辣女，我这么爱吃酸，肚子里这胎应该是个儿子吧？我可不想再麻烦你了。谢景昭脸很黑，抱着我的手紧了紧。婶婶觉得与我敦伦很麻烦吗？这个人枉读圣贤书，这种话都说得出口。哎呀，你快别说了，我是你族叔的妻子，我是爱夫君，要不是为了孩子，我才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。谢景昭气得甩了袖子就跑了。这孩子到底是年轻气盛，跑了也好，反正我现在已经有孩子了，不需要他了。最好他春闱下场，一举中地飞黄腾达，搬离谢家，从此永不相见。过年的时候，我求了夫君把婆母接回来。过个年，夫君因为我怀孕的事情也很高兴，派人把婆母接了回来。婆母知道我怀孕的事情，很是破防。邹雪茹，你这个贱人，竟然背着我儿子偷汉子！我如今是谢家真正的当家主母了，手握掌家之权，可不是当初任由他打骂的使唤丫头了。这汉子夫君偷的婆母，偷的我为什么就偷不得？婆母夫君都不介意，你那么介意干什么？自从出了那事之后，你有多久没在夫君的脸上看到过这样的笑容了？我做的一切不过是想让夫君高兴罢了。婆母自知理亏，这事情不是他能管得了的。
喘了半天气才道：“明日随我拜见你姑祖母，看看我那可怜的女儿怎么样了。”不愧是婆母，这么快就想通了。我和夫君婆母彭城谢景昭一起吃年夜饭，真是其乐融融的一大家子。转眼就到了科举放榜之日，谢景昭不负所望，在金銮殿上被钦点为探花郎，打马游街，好不风光。他模样生得好，引得满京城的贵女争相上门提亲，甚至有人想绑下捉婿强他回家当女婿。可谢景昭是武将之家出身，不仅文章写得好，身手也很好，那些人没打过，只得作罢。我不知他刚打完人回来，拿着那些拜帖和画像替他张罗。侄儿，快看这些拜帖都是各家权贵送来的，你看着可有喜欢的？谢景昭摘了官帽，把目光落在我的肚子上，婶婶肚子里还怀着侄儿的骨肉，让侄儿如何娶妻？吓得我连忙扑过去捂住他的嘴。这死小子怎么什么都敢往外抖？谢景昭入朝为官，刚开始在翰林院，他说没什么银子，照旧住在谢家别院。后来我生下儿子，他仗着自己探花郎出身，非要给我儿子起名字，大名就叫谢云起，小名豆豆。夫君很是不解我儿子凭什么他起名字，我怕夫君看出来什么，连忙道价：八龙之晚兮在云旗之尾，蛇侄儿不愧是探花郎，就是有文化。夫君就让他起说出去，咱们儿子名字是探花郎起的，多有面子。夫君觉得有哪里不对，但又好像没什么不对。那行吧，谢景昭这个人官运很好，先是在翰林院待了1年，又进了御史台不到3年，混到了兵部的郎官。以他的俸禄，早就能搬出去住了。但他不但不搬出去住，还拒绝婚配，而且没事就翻墙爬我的床。我十分惊慌，侄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谢景昭当初婶婶是怎么对景昭的，景昭自然怎么对婶婶。他年轻力壮，位高权重，我柔弱不能自理，只能委身于他。尽管每次都小心谨慎，但我还是又怀上了。没办法，我只能说是彭城的。夫君知道了，很是破防，把彭城的脸都划花了。你说过一直爱我，你说过你再也不碰他的。一口黑锅扣下来，彭城很是懵逼，但她是个有担当的好闺蜜。那什么琪儿说她想要个妹妹，于是谢景昭在我们家一住就是10年。10年间，我们一共生了2男1女。刚开始谢玉还是比较介意的，毕竟她深爱彭城，但久而久之，她就被儿孙满堂的喜悦包围了。